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买私房。红枣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平时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红枣来泡水、泡酒、煲汤、煮粥等等。因为红枣含有很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其中就包括膳食纤维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C 以及钾、铁等多种元素，同时还含有多酚类物质等多种成分，所以红枣深受很多朋友的喜爱。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用红枣来泡水，我相信大多数都是直接用开水来冲泡，因为这也是红枣最常见的用法。其实这样并不能把红枣的价值发挥到最高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红枣的另类吃法。首先准备一大把红枣，接下来加入一勺面粉，然后开始抓拌红枣，让每一粒红枣上面都裹上一层面粉。这是因为红枣在晾晒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并且它表面凹凸不平，非常容易藏纳灰尘，而面粉吸附作用又非常的强，所以在洗红枣之前，建议使用面粉给它抓拌，这样能够将红枣表面藏纳的灰尘给吸附出来，才能够把红枣清洗得干干净净，用起来也更加的放心，更加的健康。像这样，每一粒红枣表面裹上一层面粉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往红枣中加入水，再次用你发财的手开始抓洗，这样就能把红枣表面的面粉给洗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藏纳在表面的灰尘也会随着面粉的掉落而被吸附出来。可以看见，洗上一小会儿，水已经开始变得脏了，说明这个清洗方法还是不错的。最后把洗干净的红枣拿出，最好放入一个漏勺当中，然后再接水把红枣冲洗。通过这种方法清洗出来的红枣就会变得特别的干净。洗好之后，准备一张厨房纸，将它平铺在案板上，然后再把清洗干净的红枣一个一个的摆放在纸巾上面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漏筛把红枣放在太阳底下晾晒。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红枣表面的水分给去除掉。个人认为用纸巾来得更快。然后再次盖上一张纸巾，用手轻轻的这样揉搓，通过这两张纸巾就能把红枣表面的水分给稀释的干干净净。因为纸巾它的吸水性是非常的强，可以看见，只是揉搓了一小会儿，纸巾上面都已经全部湿掉了。现在可以将纸巾揭开，再拿出红枣看一看，表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水分残留了，处理到这样就已经差不多。再把所有的红枣放入一个干净无水的碗中，这里再找出一根牙签，用牙签把每一粒红枣上面都戳上8、9、10个小孔。这样做的原因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明了。没错，因为红枣个头较大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红枣当中的营养成分彻底释放出来。当然，如果有的朋友觉得这个方法比较麻烦，那么你也可以用剪刀把红枣剪成2到3瓣，同样能够让红枣当中的成分释放出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一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谢谢。直到把每一颗红枣都处理成这样即可，全部戳上小孔以后放在碗中备用。然后找出家里面的这种老陈醋，因为陈醋含有非常丰富的醋酸、氨基酸等等，其实它不仅仅是调味品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当然了，
如果家里面没有陈醋的朋友，也不必担心，你可以选择使用香醋来代替，但个人认为用陈醋效果会更好哦。然后将陈醋倒入红枣当中，直到陈醋把所有的红枣都淹没。当然，因为红枣密度较小，而陈醋密度比红枣高，因此红枣会漂浮在上面。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用筷子给它搅一搅，按一按，将每一颗漂浮在陈醋表面的红枣都按入陈醋当中，这样泡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。最后再找出保鲜膜或者保鲜袋之类的，把碗口封得严严实实，这样让红枣以及陈醋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泡，才能让红枣吸收到更好的陈醋汁，并且可以防止红枣以及陈醋当中的成分流失掉一部分。而包保鲜膜，我们一定要将四周给它拉紧，这样才能把保鲜膜包得特别的完整严实。包好以后，咱们给它泡上3天时间左右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让红枣和陈醋彻底的融合在一起。如果天气较热，建议放入冰箱里面冷藏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将保鲜膜撕开，你会闻到特别浓郁的红枣以及陈醋的味道，并且可以看见红枣已经被泡得发胀了。用筷子夹一夹，也有陈醋汁释放出来，说明它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。而通过这种方法泡出来的红枣，我们要怎样来使用呢？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夹出1-2颗红枣放入杯中，然后再盛一勺里面的醋汁，最后用50到60度左右的温开水来冲泡就可以了。这是因为红枣经过陈醋的3天浸泡，它当中的成分也已经被释放出来，因此这里用温开水就可以了。最后只需要将里面的水给喝掉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醋味太浓，在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入一些糖，来中和一下它的酸味。如果你平时喜欢用红枣来泡水喝，那么不妨来试一试这个方法吧。不要看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相信有许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陈醋泡红枣的作用，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，因为在这里该说的不能说。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